诈骗者的代价。阿华是一个平凡的年轻男子，却对金钱有着不平凡的渴望。没有高学历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经验，他认为靠正当手段无法出人头地。某天，他的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，加入一个诈骗集团。起初，他犹豫不决，但当听到这份工作能日进斗金时，他的理智被欲望吞噬了。阿华的工作很简单，在社交平台上冒充年轻女性，吸引目标的注意，再以高额回报的投资为诱饵，哄骗对方汇款。每次得手，他都能分到大笔金额。从最初的紧张不安到后来的得心应手，阿华变得越来越大胆，甚至在每次成功后会对肥羊露出嘲弄的笑容。诈骗集团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仅仅半年时间，阿华便买了豪车和名牌奢侈品。一次次的成功让他彻底忘记道德底线，甚至觉得受害者的痛苦是咎由自取。某晚，他在工作时无意间瞥见电视新闻，报道一名受害者因被骗走积蓄而跳楼的事件。他只是冷笑，这些傻子，没脑子就该被骗。不久后，诈骗集团的负责人提议去绿岛度假庆祝。他们包下了一栋豪华民宿，打算享受一段奢侈的生活。第一天，晴空万里，海水清澈。诈骗团伙在海边开心潜水、拍照。傍晚时分，他们围坐在沙滩旁烤肉，喝着酒，大声谈笑，炫耀着自己的战果。然而，随着夜色加深，海面上突然起了浓雾，气氛变得诡异起来。怎么突然这么冷？阿华的伙伴阿龙缩了缩脖子。大概是海风吧，别怕，阿华满不在乎地说。然而，他心中隐约有一丝不安，感觉有无数双眼睛从黑暗中盯着他们。第二天上午，他们再次去潜水。刚下水时，阳光透过清澈的海面，照得水下闪闪发亮。但不久后，乌云迅速聚集，海浪开始汹涌。阿华看到一旁的阿龙突然惊叫：“救命！有人拉我！”他疯狂挣扎，但最终还是被拖入了深海，仅留下水面上的气泡。众人惊恐万分，急忙游回岸边。当晚，阿华和其他人商量着要提前离开，但当他们收拾行李时，却发现汽车无法启动，手机也完全没有信号。被困在绿岛的他们只能留下，却无法摆脱弥漫的恐惧。晚上，阿坤在洗澡时突然尖叫，其他人冲进浴室，只见他双目圆睁，身体抽搐，口中不断喊着：“别拉我，别拉我！”片刻后，他无力地倒在地上，死状恐怖。第三天，剩下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遭遇离奇事故。有人在房间内窒息而死，有人在阳台上跳楼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带着极度惊恐，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言喻的恐怖景象。最终，整个团队只剩下阿华一人。他跑到码头，想要乘船逃离绿岛，但码头空无一人，漆黑的海面像张巨大的嘴巴，等着将他吞噬。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寒意，转身时看到一个死白色的身影站在不远处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。“你是谁？”阿华声嘶力竭地喊道，双腿发软。白色身影缓缓开口：“我是你诈骗的受害者之一。你拿着我的血汗钱买豪车，享乐生活，很好玩吧？”阿华疯狂摇头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别来找我。不知道我？那你该记得那些因你而失去生命的人吧？”白色身影伸手指向他，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低语：“我要让你一辈子躺在这，看着我的死样子，直到你为你的罪付出代价。”阿华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拉向深海，窒息的感觉笼罩了他，他的意识逐渐模糊。当阿华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他的四肢无法动弹，身体也完全失去知觉。他试图开口，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护士们在他身边走动，却仿佛看不到他的存在。更恐怖的是，
每到夜晚，他会看到那些被他骗过的受害者的灵魂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演自己死亡前的痛苦，满脸血泪地站在他的病床边。阿华的心中充满了悔恨，但他无法改变这一切。他只能永远地躺在病床上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灵魂对他的控诉。阿华的故事很快传开，成为人们口中的警示：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一到就报。那些曾被诈骗团伙骗得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们，终于在冥冥之中得到了正义。而阿华则用他的余生承受着无尽的惩罚，为他的罪行赎罪。